我们持续要来关心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现在呢，大陆又祭出了另外一张新王牌，是我们都没有谈过的隐形王牌。这回要逼川普来低头了。它是什么呢？美国700种原物料的这些药品原料的药都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握的。接下来我们会来关心几个病状哦，包括了心脏病、癫痫患者，恐怕在美国会面临的是无药可用的一个窘境吗？今天会做解答。火线话题3条，今天会一起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中美现在心理战升级了，大陆手握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原料药杀手锏，700种美国药的命脉都在北京的手上，川普会不会被逼着跪地求和呢？确实，美国现在的医疗体系可以说是命悬一线了，包括这个很重要的几个药品，抗生素、心脏病、癌症药，全部都是靠大陆来做供应的。北京断药的话，美国人还吃得起这些可以说是救命的药吗？美国的医疗费用在同时间呢又不断的飙涨，而且这个药越来越贵了。川普还能够撑多久？现在有40%的民众他们认为自己未来是付不起这样子的医药费的，这是来自于美国民众的最新民调哦。穷人会不会真的未来病不起，而且命难保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确实，现在中美双方哦是以升级这个处降级的一个战术来做互相的竞争。美方攻击中方的代表，中方则是反手暗示了美国商务部才是这一场战局中真正的搅局者，并且成功维护了贝森特的谈判地位，也为接下来10月底、11月初的川习会来正式的铺路。刚刚提到的《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说大陆确实现在掌控了美国700种药品的这些最关键的原物料，包括治疗心脏病、癫痫、癌症、过敏症等等主要的药物。美国的药典的委员会说呢，58%的药品的起始物价依赖是单一来源，中国就占了40%左右。而且啊，美国的国会自己承认了，80%的抗生素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一旦北京开始出手做管制，美国恐怕会爆发这场核弹级的断药危机。华尔街日报形容，目前中国的谈判手法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的一个级别了。中美都在打这场心理战。中国现在掌握的原料药这张终极王牌，会逼得川普一定要让步吗？委员怎么看？因为中国注意到不是药品的制造者，而是药品原料起始材料的制造者，这有很大的差别。换句话说，每一种药品，不管是阿莫西辛啊，这个其他的那个什么，甚至于那个男生觉得常用的心脏药，威尔刚等等的原料药，事实上中国都是产能最大的，但是中国不是成品药最大的制造者。因为每一个成品药都有一定的专利啊，会有一定的，那等到专利过期了才变成学名药。可是通常这个一般的病症才有学名药，通常比较重要的，它会临时再改一下配方，然后又再申请专利，一直延长啊。那我认为中国不会去打这种药品战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说这跟人道主义有关，就是说你拿病人当作人质，这个在国际道德的制高点上面，不像安氏半导体啦或其他的什么软件啊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不必去，也应该也不会去打这种有人道主义现象的这种战争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中国自己也是很多药品的进口国，那因为都是成品药嘛，因为毕竟中国药业比较晚起来，所以现在只要提得到。有牌子的什么辉瑞啦，什么罗氏药厂啦，在中国大陆也都是进口的啊，所以这种相互辖制的这种现象我认为中国打这种战争，也是会怎么样，伤敌100，自损300，这种情形会出现。所以虽然说他们的会声会影担心中国断供，但我认为中国在打这种战争既不适宜，也不是好方法。所以中国抹定而后动的这种角度啊，他们不会像川普那么莽撞，所以我认为打这种药品战的可能性不高。好，那同样一个问题，像这个又怎么看呢？我想蔡委员讲的很关键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美的这个对抗战来讲，从最早的这种科技封锁开始，以及眼前关税战，我们看到晶片战、稀土战、大豆战，甚至还有军事战，唯独药品战，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轻易被撩动起？
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人命。也就是所有东西，过去我们刚刚讲的所有这些战争打来打去，当然企业会受损，而且特别对于中美一旦打起来，伤美国是对于美国来说，主要它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在里头运作，它基本上是从大的企业往下发送。可是药品这件事情是很微妙，你只要有任何一点影响，其实对中国影响很大。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特别是所谓的对于他们的整个边境当中，144小时，现在已经到240小时的免签证可以进来。中国的形象在这1年来当中是很恐怖的，非常变好了非常多，那么多的网红进去玩，然后等于免费帮中国做大外宣。相较于过去，中国每年花了好多几百亿自己做英文频道，自己做大外宣都没有用，还不如就去年就是开放这个部分。所以中国的形象在各方面，在民间全世界的民间形象有大幅度的改善。中国自己大陆现在也在盘点统计这个。所谓这个形象舆论改变这个部分对他们造成的正面影响，所以如果药品战这种东西直指人命，而且这东西的时候会被其他国家拿来做宣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最近那么多的欧美媒体在谈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想要触动这一点，而一旦触动这一点有惊慌性的话，乃至有任何一点点某个药品现在断供了，而且如果是中国断供，随时就可以来抹黑对于中国人命这个部分的形象。而且各位要注意哦，其实坦白讲，美国人不是笨蛋，就已经知道中国在药品的原料当中是大宗，还有一个是印度。其实不止中国啦，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药品的原料供应当中，印度也是大宗。在感觉上，作为所谓中国握有这个药品原物料的时候，美国方面包括这些药厂警觉到，其实2020年在疫情的时候，其实就有感觉了。所以在各家药厂其实也没有那么在这至少5年来也开始在调节，除了从中国当中进口原料的话，也调节在加强印度这方面进口。所以这我知道在印度方面其实是。其实对于药品，我只要讲我的例子哈，我是因为红血球过多症，我必须要打一个干扰素，台湾是没有进口，没有这个药。可是呢，中国大陆其实也没有，可是中国大陆自己他们学名药生产了，所以其实我上个礼拜就专程飞去大陆去看诊，然后去最后挂号之后可以批药拿那个干扰素是，所以我就知道，其实对药品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般的东西，它不是买稀土买晶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那个部分的命悬一线这件事情，所以因此在中美方面，我不相信，我也认为中国不会轻易的把这个拿来作为在中美或甚至跟其他国家的对抗上当中作为一个武器。是。打这个药品战对于中美双方来说，真的打起来对双方都不利哦，这是有关于人命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美国人要担心的不仅是会不会打药品战，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美国人民啊，这个接受的医药，他们认为这个负担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他们觉得已经撑不住了。最新的民调，40%的美国人是极度担心未来无法支付所需要付的这些医疗费用或者是药物。那穷人会不会未来在美国？有没有可能真的看不起医生，吃不起这些救命的药呢？美国明年会随着通膨，它的医疗费用变得更高吗？厉将军又怎么看？我们知道，如果说是没有药的话，你有再高明的医术，你都救不回来的哈。然后，所以说药物来讲的话，在这个需求方面来讲，你可以列为一种刚性的需求哈。尤其是说这个我们要晓得哈，这个如果说是其他经贸战争啊，不管是晶片或干嘛。可能一般老百姓还不会感觉到立即的感受，因为可能是温水煮青蛙，跟他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如果说拿不到药，我跟你讲，那是立即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痛。所以说，我觉得就美国老百姓，他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跟威胁。因为美国来讲，药物是非常贵的。为什么药物是很贵？第一个，当然跟他们保险制度有关哈。第二个来讲，其实他们医生比较贵。可是川普也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川普是在这个今年来讲的话，他已经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好在5月12号，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他的药价要降30%到80%，也就是说，川普已经有感受到老百姓这个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这种情形。那当然，所谓药来讲的话，那这个所以药一个成品，事实上它也是一种化学药品了，化学成分。那从开始原料到后端来讲的话，它分好几个制成来制造。那原始最初端是在中国方面制造。为什么中国制造呢？因为那些化学品来讲，很多是属于这个成本是高成本，
但是高污染的东西哈，如果说你没有很好那个利润来讲的话，是没有利润可图的。所以美国跟其他国家、欧美国家，他们不愿意做这个原料的部分。当原料做完以后，可能再到后面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印度哈，欧洲国家才是后端的制药的这种工程在后端制药。所以中国卡到的是前端。那当然我也认为说是中国这是人道的问题了，不至于说是拿人命来当做威胁手段。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这件药物管制是美国先讲的，反而不是中国先提出这个可能制裁的手段，是美国先担心的。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怕中美开战。你知道，如果说一旦开战，那就没有什么来不来、往不往、人不人道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现在急着想要把这个制药的这种生产的产业链移回自己美国哈，主要是不是考虑到万一这个不管是中美或甚至于是俄美哈，如果万一发生战争来讲的话，他们美国的人民还是必须要有所这个保障的。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川普他必须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哦。当然，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制药整个产业链移回美国？我觉得问题还很大，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如果说美国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商人来讲，制药厂商他无利可图，对，他可能就不会做，因为这个原始最源端的利润其实是不高的。那在这种之下，他们这个愿不愿意将这个厂位移回美国？那考验美国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观念。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